K 小姐算是從$49,000到現在將近100萬年薪的這個晉升的過程，願意跟大家透露一下你現在的 level？ 跟大家熟悉的 Meta 跟 Google 比較的話，就是大概level。選擇一個有 growth potential 的字。第二個就是你要找到你的貴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大家看到這個熟悉的背景，是不是印象很深刻呢？沒錯，去年在我的頻道拍過一集開箱矽谷豪宅的影片。哇，我在矽谷嗎？我怎麼感覺我在那個巴厘島？受到非常廣大的回響。今天的影片也是要來訪問我們屋主 K 小姐，因為她其實在她的 social media 也常常分享她的很多職涯的心路歷程。這支影片呢，想要給如果你也是非 engineer 的人，你也想要知道一些職涯的發展，如何爭取更好的薪水之類的，那我們就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Hello， 大家好。還有她的可愛狗狗。好，那我們就請K 小姐呢來簡單的做一個自我介紹。大家好，我現在大概工作了可能16、17年左右。我現在是在一家大的科技公司裡面，算是做管理吧。那之前的話，你都是做硬體嗎？還是有不同的 career path 轉到現在的硬體廠？我來美國讀大學是在 Berkeley 的 Haas 的 Business School 讀我的 undergrad。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呢是4大會計師 Big Four， 做了幾年審計，就換了去在 Big Four 裡面做 M&A 的 advisory consulting， 就做了10年。在期間呢，我去讀了 Wharton 的 Executive MBA， 也是公司 fully sponsor 的。畢業之後去了我第一家科技公司，那個是一家軟件的公司，做的是 customer facing 銷售的工作，但是我不是直接做那個 account manager， 算是一個 advisor 這樣子 specialist。我下一份工作呢，就是去了另外一家算是雲計算的大公司，也是銷售的 strategy and operations。現在在這一家硬件公司也是做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of sales。當然要來我頻道分享的，一定要是有特別的經歷嘛。那我覺得 K 小姐她的經歷呢，因為我自己是工程師，大家可能對工程師的 career 發展大概有一些了解。不過我今天就是想要給一些非 tech、非 engineering 的人了解一下這個 career progression 的一個進程。我們就先來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說，在矽谷科技公司的不同 level。如果說我們就大家最常見的，就比如說 Google 或是 Meta 的職級來看的話，一般的 new grad 應該是從 L3 開始的，非工程師也是大概在那個 level 開始的，對，就是從 L3 算是 new grad， 然後 L4 就是 mid level，L5 就是 senior，L6 就是 staff， 差不多。但是就是非工程師就不會叫 staff， 就很少，一般公司都不沒有 staff 這個 title， 一般都說可能說 manager、senior manager 這樣子。再上來就是 L7， 在工程師會叫可能 senior staff， 那在 sales 的話就是會有可能 director 這樣子嗎？看公司吧，比如說像大家比較熟悉的科技公司 Meta 啊、Google 啊之類的 ，L7 是沒有一個 title 的，我理解的。L8 就是他們的 director，但是他們的 director 放在其他的公司可能已經差不多很接近 VP，所以就是每一家公司所謂的 title 也會有一點不同。一般來說，你看怎麼對標的話，也是看他們的 salary band 怎麼對標。了解，所以就是 L7， 然後 L8， 再上來可能就是一些比較高級了，比较高級的 VP， 對 VP 以上這樣子。K 小姐呢，在矽谷也算是深耕多年這樣子，所以呢，沒有，太謙虛了。願意跟大家透露一下你現在的 level 是在哪一個 range 嗎？因為我有點害羞，就不是很想透露現在在哪一家公司工作，所以我就大概跟大家熟悉的 Meta 跟 Google 比較的話，就是大概 L8 的 level。哇 ，L8， 我好像從來沒有過一個 L8 的朋友，所以今天算是非常的榮幸這樣子。那當然就是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都會好奇，就是說在矽谷，因為我覺得當然找工作是很需要很多實力和運氣，但是我覺得其實在跳槽或者在公司內升職這件事情，其實也是很多人都會很感興趣的話题。那我自己是感覺，就工程師可能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啦，就是可能到了 L5、L6 就已經是半天花板嘛。就如果你還要再上去，比如說到 L7、L8， 我觉得可能就要有不一樣的 skill set 或者是不一樣的 mindset。所以今天呢，就想要請 K 小姐來分享一下，在爬 career ladder
career 上的心路歷程，還有一些他自己的個人經驗分享。可能就是畢業之後頭10年吧，我覺得 promotion 都是你努力的話，我覺得是能夠做得到的。當然你工作需要很努力，你要很優秀，正正常常的幾年升職一變都挺常見的。但是到了可能真是還是用同一個 ladder 啦，就是 L6、7、8這些 level 的話，真的不是你說努力就可以的，因為其他人都很努力，沒有辦法比其他人更努力了。對，我覺得怎麼說呢？有2個因素吧，一個就是你必須要找一個非常有 growth potential 的組，這個比一切都重要。我叫這個做選擇吧，是你自己的 choice， 就是你要看清楚你公司你現在在的組是不是 growth potential。如果不是上面重視的組的話呢， promotion 的 slot 也不會給你，因為大家都是看其實是整個組來看嘛。大老闆怎麼 allocate， 就是他重視的組會比較多一些，對不對？就算你多優秀，如果你在一個沒有人重視的組的話呢，也是沒有你的升職的機會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你第一個選擇很重要，就是你在哪一個組。那你自己在這個 career 生涯中有沒有換組的經驗？那你自己換組選擇的 criteria 或者是什麼，或者是你怎麼樣去找到你自己覺得說有 growth potential 的組？其實呢，在我在4大的時候已經開始有換組的經驗了，因為我一開始不是在審計嘛，其實一進去審計的時候已經很沒有興趣了。怎麼說呢？就是 accounting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玩的工作吧。然後那個時候呢，我也看了公司其他的部門去 coffee chat 啊，跟其他人去了解一下不同的部门。但是那個時候我還年紀小嘛，這20多歲，所以其實很多 option 都是 open 的。因為你職位越低的時候，其實人家對你的 technical skills 或者是直接工作相關工作經驗的要求會相對來說比較低。所以多做一些 coffee chat 去了解一下公司其他部門。最後我就去了M&A 嘛。去了 M&A 之後的好處就是我還可以 eligible for an MBA 的 sponsorship 嘛。當然那個也是有一個 selection process 的，非常的幸運有。後來去了科技公司，我覺得也是同樣的。其實去了我之前說過那個雲計算的公司嘛，我一開始去的那個組，我進去之後才發現不是一個非常 growth potential， 也不是大老闆很重視的組。你怎麼樣去發現細節嗎？老實說，我是進去之後才知道的。當你進去之後，一般就很容易發現，因為你會看在大老闆，就是不是你自己的老闆嘛 ，VP 啊 ，Senior VP 或者是 Executive 的時候，他們會跟其他人說的 ，show off 的是不是你的組的工作？對，你就知道你的組相對來說是不是最重要的那個組嘛。做了大概1年之後呢，剛好我的組有 reorg， 我還是在組裡面，但是我就覺得啊，現在我有一個折扣了，就是 reorg 了，我不喜歡我新的那個 scope， 然後就 actively 就是在公司裡面去找其他的部門嘛。我也是很努力的 coffee check 啊，或者是了解哪一個部門 growth potential 最好的，最後就是真的成功換了組。也因為我換了組嘛，我之後才能升職。所以你覺得是第一個重要，就是選擇一個有 growth potential 的組。第二個就是你要找到你的貴人吧，你要有一個賞識你的人會帶你的。當然最好就是你的 manager 也對你很好了，但是有些時候就是除了你 manager 之外，你希望所有其他的 stakeholder 也是非常的 support 你。而且尤其是在我這種算是在銷售部門裡面工作嘛，一般來說呢，我的 leadership chain 都是可能是 strategy operations 的 leader， 但是我們的 business partner 是我們的銷售的 leader， 可能是我們的 sales 的 president CRO 啊之類的，所以他們喜不喜歡你，或者是他們看不看重你，對你的升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要他們的 feedback 嘛。沒錯，因為你日常其實不是為你老闆工作的，你的日常其實是為你的 stakeholder 工作的。所以呢，換了組之後嘛，非常的幸運，就是我所有的 stakeholder 就是在銷售那邊的 stakeholder 都給我很好的 feedback， 經常都跟我自己的 leadership chain 說 K 小姐真的非常的好，想要 promotion 的時候，我也有去跟他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寫 feedback？ 當你有一些非常 senior 的人，也是你老闆很重視的人，因為他們也是我老闆非常重視的人嘛，跟我老闆說他非常好，你要提攜他，那你升職的機會就會比其他人大很多。那就是除了你講除了努力之外，我覺得當然就是因為你跟 stakeholder 工作應該也是很努力，但你覺得你有沒有什麼比一般人還要在更不一樣的點，或是特別的地方，讓他們願意去幫你，比如說背書，或是願意當你的貴人？因為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算是 soft skill 吧。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之前也有分享過我在這方面的看法。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工作很優秀，很多人都很努力，對不對？所以很大程度還是有一點運氣的，就是你跟你的身邊的人投不投緣，或者是你的老闆、你的 stakeholder 是不是會提
襲後輩的人嘛，所以這個是運氣的部分。但是還有一個部分是你可以控制的，就是你是不是一個真誠跟他們建立一個好的關係的人。我覺得我在工作上呢，我從來都不覺得我工作是純純的為了賺錢，或者是純純的為了升職的。我在日常幫我的 stakeholder 工作的時候，我真的重新出發，去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看他們需要的是什麼，然後我也會 tailor 我跟每一個 stakeholder 工作的方式，因為每一個人喜歡溝通的方式都不一樣，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小的東西，就是讓他們去感受到你 handle th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當然了，時間久了，跟他們就是好像變成是朋友一樣。当然，在職場你不能說是真的是we are friends, we are buddy， 但是可能就是在日常的開會前後啊，或者是知道他們可能 travel into headquarters 的時候約咖啡啊，約吃飯，那些慢慢建立起來的感情，都會對你的人際關係的很有幫助。那我很好奇 ，ask for promotion 這件事，因為現在大家可能都知道說 promotion 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就可能看影片看久就知道，基本上都是要跟老闆要求的嘛。那你自己在跟老闆要求 promotion 的時候，是會有什麼樣子的 timeline？ 或者說，如果老闆就是因為我知道有的老闆可能會引誘你要 promotion， 然後最後就是下一次你再加油這種，你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嗎？或者你自己怎麼樣去避免這種情況发生？其實你剛剛說的那個老闆引誘你的那個情況呢，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老闆嘛，所以我就是很理解為什麼老闆要這樣說的。因為當你的 team 跟你說他們希望你 promotion 的話，你沒有可能就是跟他們說你不行的，今天沒機會了這樣子。但是呢，作為想要 promotion 的人，你可以怎麼去 assess 這個情況？對，或者你怎麼 identify 那個 gap 跟老闆說的 OK 的那個真實程度的差別？老實說，就是你要懂得看人。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挺重要的，在職場上的 soft skills， 就是你要懂得看人，懂得看他的行動。比如說呢，我的 peer 剛剛在上一個 cycle 升職了，我知道我老闆是有很努力的去幫我的 peer 去爭取的，我就有很虛心的去問，請問老闆是怎麼幫你的？你是怎麼跟老闆說的？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點，就是其實我在找工作的時候 ，Day One 我已經會跟老闆說，我是一個有野心的人，我希望我的 career 是可以一直 grow， 就是我希望可以 challenge 自己的。所以就是當你從 Day One 開始已經沒有隱藏你自己想要往上的野心的話呢，你老闆請你的時候也會考量度。所以我覺得我非常幸運，就是因為我每一次都很坦白我自己的性格，所以請我的老闆呢都是知道 OK 請了這個人之後呢，就要幫他去安排這樣子。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一些小東西加在一起，很多因素，但是 all stars have to align 才可以 promote， 尤其是比較高的 level。那這個比較高的 level， 比如說像是可能 L7 到 L8 或是6以上好了，一般來說你覺得是要規劃特別長的 timeline 嗎？還是說是要去做一個非常大的 like impactful 的東西在一個 cycle 裡面？你自己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你知道嗎？現在的網站超誇張的，不僅是會記你的 IP， 連你的螢幕解析度、時區都能用來追蹤你。所以不管你是個人用戶、內容創作者或是企業呢，使用 GoLogIn 呢就能幫你打造更安全、隔離而且乾淨的上網環境。像是我之前呢在查機票或飯店的時候呢，只要我使用 GoLogIn 呢切換成各不同的國家的 IP 呢，價格就會差超多，有時候可以差到甚至20%以上。那你可能會想說，這跟 VPN 有什麼區別呢？那 VPN 呢只是單純幫你改變 IP，GoLogIn 呢它能夠甚至改變你的瀏覽器、指紋、時區等等。那這樣呢，你查出來的價差呢就會更加貼近當地，有時候呢甚至查出來的價差呢會更多。那如果你是創作者或是社群小編呢， GoLogIn 呢就非常的好用。像是我平常在 manage 各種不同的 YouTube 還有 IG 賬號呢，我就可以使用 GoLogIn 呢開各個不同的 profile， 之間呢都不會互相影響，管理起來呢就非常的方便。对企業來說呢也非常的實用，它可以呢安全的共享各種環境，而且呢設定權限，甚至呢你可以使用 API 呢去開各個不同的瀏覽器呢来做行銷廣告的測試或是 QA。行銷團隊呢，如果你想要看到各個廣告呢在不同國家的效果，你也只要使用 GoLogIn 呢就能切換各個不同國家的 IP， 馬上看到各國使用者實際的使用畫面。無論你想要保護隱私、省錢比價或是促進團隊合作效率呢， GoLogIn 都能夠讓你的上網呢更安全而且更聰明哦。现在就一起來試試看吧。
我覺得做一個 impactful 的 scope 是最重要的。所以剛剛不是說換組嘛？換組的話，你就可以去那個組本來的 scope 已經是比較 high impact 的 scope。像我是 support 銷售部門的話，其實很容易知道哪一個部門是比較重要的部門，因為那個部門的銷售的 growth 就是最重要，或者是公司最重要的 pillar 的 revenue 嘛。所以就是其實不難知道哪一個部門是最 high impact 的。但是在你自己規劃的話，我覺得去到那個 level 其實很難，真的很難說我每2年就要升級一次。我覺得在比較低 level 一點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每1年2年最多3年就可以 promote。到了那些 level 就是你要看運氣，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对，都要的。我也有好多 peer， 就是我進公司跟他们同一個 level， 我非常幸運，就是已經可以比當年高幾個 level， 但是他們還是同一個 level， 因為他們不想換組，他們就覺得我就等咯，我就等，也是一個選擇啦。每一個人也有自己的選擇。沒錯，我覺得我也是工作了一陣子之後，就發現到說，有時候工作其實你不能只看自己裡面，你要真的要往外看。就比如說你想要升職，不是說你老闆喜歡你就可以升職，尤其如果你要越高，你要就是整個公司都要覺得你這個升職是 OK 的，因為他們會有很多 collaboration， 很多debate啊，那些都是在整個公司全部人來看，所以就是变成說你的 position 就會變得非常的重要。當然就有很多 strategic 的 tips 在裡面。那升職當然大家就會想到就是薪水的漲幅嘛。其實在網絡上也有很多，就我自己也有分享一些工程師跳槽漲薪水這類的心得。然後我覺得就是在美國的人，你應該有用一個就是 levels.fyi 的網站，這個網站其實就有很多 engineer 相關的 data point。但是我跟 K 小姐聊天，她其實也有發現就是比較非 engineer 的分享其實沒有這麼的多。今天會想要請 K 小姐來分享，就是因為我覺得想要給在看影片的人有更多的 data points，這樣你在跟別人negotiate的時候呢，我覺得你會更有底氣嘛，會覺得說這也是別人的真真實實的經驗。所以呢，今天就想要來請 K 小姐分享一下從一開始入職到現在的薪水的 progression， 然後你自己有什麼樣子的漲薪水談判的方式。那我可以跟大家說一個，就是我的一畢業的時候的起薪點。好，我很好奇，會計的話薪水大概6位數？沒有，沒有啊，沒有，就包括 total package。Total comp 沒有，其實到今天也沒有，到今天也沒有，到今天也沒有。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四大現在審計，你剛剛出來畢業的話，可能大概9萬。我當年是4萬9，4萬9，對，我的起薪點是4萬9，能想象嗎？我不能。哇，那真的是大躍進哎，那。在4大裡面漲薪幅度會有很大嗎？即使是不同的組？其實現在跟以前真的已經差很遠，因為我其實到現在我也有跟我當年在4大認識的 partner 還在聯繫的，所以我就是還是挺懂那個行情。但是我當年的話呢，哇，4大的薪水真的是，你看任何其他行業，就像是 consulting 啊、investment banking 啊，或者是說 tech company 的人都比你高薪水好多，然後審計也是非常累、非常捲的工作。就是你常常都要加班加到很晚，但是才4萬9。但是呢，老實說，就是我很感恩那一段的路程，因為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我事業上的貴人，教了我很多，所以到今天也有跟他就是當年的 partner 還是保持聯繫的。但是呢，現在怎麼說呢？我可以分享，就是到我離開4大的時候，我換去了那個mergers and acquisition 的組嘛。那個組呢有一個很特別的組，那個薪水是特別高的。所以我到最後就是一步一步換到去那個組。那個時候底薪可能16萬左右，那不錯。但是那個已經接近8年了，說已經8年才到。但是還有 bonus 挺好的，就是我有1年的 bonus 有10萬，所以差不多就25萬左右。对，那時候就是我已經覺得我人生已經到了高峰了。我真的非常感恩。因為你後來是跳到就是做軟體的嘛，這一個跳槽你也是透過這個讓你薪水變多嘛？還是說是因為你想要轉到科技業才做這個跳槽的決定？其實我一直都是想要去科技公司裡面做的，就是這個一方面是自己對這個行業有興趣，另外一方面也是覺得就是我自己 long term 沒有想要變成一個 partner 這樣子。對，所以就是2個因素加起來，我知道我早晚也要走了，所以不是因為薪
薪水的原因。但是我跳槽去第一家軟件公司的時候呢，你不是刚剛說那個有 data point 是很重要嗎？我就是那個時候非常的幸運，就是我以前在四大的一個同事，他去呢我要 apply 的那家軟件的公司工作，同一家公司，然後他知道我要 interview， 我 apply 那個 position， 他 refer 我，然後他跟那個 hiring manager strongly endorse 我。哇，對，就是我這非常感恩，一直都遇上這種貴人，就是我每一次換工作基本都是這樣子，就是有一個人幫我跟 hiring manager 搶退這樣子。然後是在裡面的人嘛？是在裡面的人，他也很好的跟我分享那個工資，因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麼去。I have no idea， 就是在 tech 公司裡面的銷售部門的 specialist 會賺多少，我完全沒有那個概念嘛。那個時候好像加州也沒有要求要放那個 compensation rate 在那個 job posting，所以你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data point 的。但是非常幸運，就是我有這個前同事，他就幫我就做 referral， 然後完全的分享他的薪水，跟我分享他怎麼的 negotiate， 還有 advise 我怎麼去就是 negotiate 那個 offer， 所以還是跳了不小的。那個時候已經過了30萬了。我覺得他會跟你分享他的 package 也是就是真的是很強力的想要推薦你來這個公司這樣子。所以我覺得人生很多時候都是努力加運氣吧。因為我有努力工作，所以我工作上認識的人都會對我有很好的 feedback，所以願意這樣去推我。遇上這些人也是要運氣啊。那接下來就是好像我現在到了30萬的 range， 我很好奇，在科技公司的 sales 部門，薪水組成也是跟 engineer 差不多嘛？就是一樣是 base。股票 bonus，大概是這樣子。我要先解釋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在 tech 公司裡面真的做 sales 的話，一般來說你是有 commission 的，所以你會有一個底薪，你有一個 commission。一般來說就沒有 bonus， 你的 commission 就是你的 bonus， 然後還有股票的。但是呢，一般來說銷售的底薪比較低，因為你的 commission 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英文叫 upside potential。因為比如說你是 commission 的話，可能說你今年要銷售額要100萬美金，但是你做到了200萬，那你不是 2x 他們的 attainment 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呢，你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 multiplier， 你本來的 commission 你可能拿到它的3倍、4倍、5倍。就是我認識一些很年輕的銷售呢，他們可能本來的底薪可能10幾萬或者是20萬，頂多其實很少見到20萬，就比較低級的沒有那麼高，但是他們的 commission 可以把他們的 total comp 帶到去100萬。就是如果你是很 over attain 你的 target 的話，就是那個 upside potential 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像是非直接的 sales 的話，就如果是 strategy 啊，或者比較算是 inside 的工作的话，就是跟一般 engineer 啊那些，对，就跟你差不多。所以像我這樣，我從來都沒有做過 commission 的base 的工作，所以我自己的工資就是在科技公司裡面，一般都是底薪，還有 bonus， 還有股票。所以你在這個公司，就你說漲薪，你覺得最有效的方式，應該還是跳槽嗎？還是你覺得在公司裡面追求 promote 也是一個方式？也是一個方式，因為其實你可以想象一下，任何一個 function 它都有 senior executive 的，所以你有能力還有野心想要上去的話呢，那個任何一個部門也可以賺挺多錢的，對不對？只是可能相對來說那個人數沒有工程師那麼多，因為一般來說其他的 function 都沒有工程師那個部門賺那麼多嘛。我會覺得就是你跟他們比較的話，同一個 level 肯定是要調低一點你的 target 的，但是跳槽也是一個好方法。不過我後來第一次跳槽就是去那個雲計算的公司的時候，我其實沒有這麼漲薪的。哦，是嗎？對，但是因為我那個時候很看好雲計算，我就是真的非常想要去進那家公司。真的是第二次跳槽，第二次跳槽的时候，你算是平，但是差不多平吧。但是那家的股票的漲幅比較好，後來所以還是挺不錯的。然後我也在那家公司升職了嘛，所以那個升職也是有挺好的漲幅的。我每一次跳槽的時候呢，都是剛好有貴人發新的公司。到底是怎麼樣有可以到吸引貴人的體質？是不是在這個房子裡有什麼不同的風水之類的？到底選擇運氣還是努力，哪一個比較重要？